好市民5大守护，全家安心有感。健康首选好市民。婚姻观大对决，结婚真有这么难？婚姻真的必要吗？要结不结，吵不完。到底为什么需要结婚？先成家后立业嘛，我们一起打拼。没有必要结啊，因为不差那张纸。对我没有办法哎，我还是太特别。我觉得我自己结婚之后，我的心真的定下来了。你也要合法夫妻才可以做试管吧？但是婚姻有一定要绑小孩嘛？只要你想，你就会去想办法；如果你不想，你就会找理由。已婚男 PK 未婚男，家庭观念天差地远。男友说他不想结婚，因为他得照顾重病的妈妈一辈子。妈妈重病，你就让她尽孝道，她也撑不了太久。妈妈也。我反而会觉得，如果你未来要嫁进这个家里，妈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如果妈妈突然好了呢？就是哦，你也在赌就对了。欢迎收看《女王大人》。晚安。真的，怎么样，八妹？我昨天去喝喜酒，哦，现场气氛超尴尬的。能多尴尬呢？哦，这新娘穿白纱走到一半，然后被前任拦下来。差不多。真的？我随便讲讲的。哎，来闹的不是前任，是新娘的闺蜜。哦，她跟新郎交往过？不是啦，是闺蜜被邀请上台说点话。哎，结果她竟然自以为幽默，在大家面前对着新郎说什么？啊，你能娶到新娘真是赚到，要不是她上一个男友迟迟不求婚，让她等太久，不然哪轮得到你呀？要珍惜哦。幽默跟白目真是一线之隔。真的。我还有一个故事更扯。这是啊？我那个闺蜜，她有一个交往7年的男友，每年都说存到钱就结婚，存到钱就结婚。结果上个礼拜，她发现她男友突然贷款买了一台100多万的重机哦。哎，7年不买戒指，7秒就买重机，明明就不想结婚，又借口一堆，就白白浪费我们女生的青春嘛！哎，不要站男女啊！我们男生青春也是很宝贵的，对不对？我身边不想结婚的女生也大有人在啊！好，刚好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一屋子迈向婚姻之路的一路坎坷、跌跌撞撞的来宾，哇，个个都有令人鼻酸的故事。马上欢迎今天很有故事，也发生过事故的朋友。哎呦我的妈！来介绍我这边，先欢迎小钟、邱慧文，欢迎两位。再来欢迎我们这边的张彦明、周英姐，还有咨商心理师海苔球。欢迎女王团的代表，人气旅游网红 Kimi， 人气大胃王沙妹，还有人气营养师 Patty。来现场，已婚的举个手。已婚的，就我们3个。好，未婚的举个手。失婚的举手。这样子有没有针对性？太对了，姐不要冲动啊！来姐，你故意的是不是？冷静。来，直接进第一个环节。哎，想结婚，对方却不愿意，那些等不到名分的爱情路。等不到婚姻呢，就是其实我之前有交一任男朋友 ，OK，然后那时候是交往4年的时间，4年多，太久了，对，4年都很稳定了吧？太久，对，蛮稳定，当然稳定，太久了。然后那时候是交往到第3年的时候，他有一次就是在过年期间就问我说，哎，你要不要跟我回欧洲去见他的父母？他是外国人哦，他是华人。就是他从小是在欧洲长大，对，爸爸妈妈住欧洲，见父母就大事了。对，我就想说，那刚好是2月嘛，过年2月是情人节2月14，然后又是我的生日，就过几天我的生日。It's a sign。哇，等到了，他是不是要求婚？等到了。然后因为他那时候年纪也是大我5岁，然后我那时候也是接近差不多快30。然后就到时候就是他带我去见了他爸妈嘛，我们还游欧洲哦，然后一起吃饭哦，然后去了很多地方。OK 哦。他还带我认识他从小到大就是一起玩的朋友。OK。太明显了啦，就很明显。然后甚至到那天我生日，他还在法国尼斯特别找了一家酒店，一晚要差不多3万多台币。哇，一个晚上3万多台币，对。然后就想哇，3万多，然后又情人节，然后生日，我想说他是不是要求婚了？
就那天过完之后，哎，他也没有风平浪静，风平浪静，等到回来，想说，哎，已经过了1个多月，怎么都还没有表示，就是说要只有收到账单。已经卖尾金了，没有要插出去，哇，没有出一些，我要出一半。原来这一趟是勾大学，你要讲啊！我靠，住这么快要死啊！没有，9天是他出的啊，我去的机票我自己出啊。哇，对，哦，对，难免的。对，我想说我们就是也要帮对方，又不是没收入嘛，对，买个机票怎么了？对，你会有底气吗？吃他喝他住他的。对，那我会觉得很没底气。然后我就想说，等，我就想说，那不然我做一个小测试好了。哦，我就在4月1号当天，愚人节，我就跟他说，哎，亲爱的，那个我有 baby 了，然后我看他反应怎么样。哇，哦，这个一翻2瞪眼呢，我觉得好危险。因为我就愚人节玩这个，赌注很大。我就想说，刚好是一个时机，我就测试他。哦，不尴尬，对不对？对，不尴尬，因为 OK 好，有开玩笑，有台阶可以下。结果我就跟他讲，哎，有 baby 了，然后他竟然跟我说，啊，就是皱眉头。谁的？没有，我很乖好不好？然后他就说，啊，怎么会有？然后就说，那生下来然后送到非洲好了。我就想说，这什么荒谬的回答？你怎么会把想要自己的小孩？是你先荒谬的啊！我没有，就是愚人节开一个玩笑，因为其实他也开个玩笑，我身边蛮多女孩子也都会用这种方式，就是开男朋友的玩笑。真的吗？所以会想看对方的反应是什么。是哦。所以我也想说，那我也试试看。我靠，这个反应蛮厉害。如果他说好啊，那生下来，那你会有什么反应吗？那我会觉得，哎，好像。可是你那时候没有啊，那你要怎么办？那没有就说，哎，那要不要试试看？没有，那要不要试试看？你们不试好多次了吗？不是，那就是对啊，他有没有都花3万多块了？还没有试完成，不是那个试你要有怎么？对啊，是想说我讲啦，本都要弄回来，对不对？阳台呀，对不对？厕所啊，对不对？那对方刹车。小周，你的画面跟我们不一样啊！后来过了1年多，就一直都没有等到他求婚。哇，然后就分手了。你还能等1年多，我觉得已经算是。为什么不直接讲开？为什么不？没有，因为我就觉得男生你一定要自己主动提啊！如果是我今天主动提，那这个意义就不一样。好，只是讨论而已，不是提。请问一下，她跟男朋友用这样的方式来测试她，对这个想法和这个题目 OK 吗？请举牌。OK 啊。我觉得 OK 啊，为什么？他竟然占多数哦。你也缺？为什么？因为我当初我跟我的老婆就是这样子，他没有试探你吧？他是真的怀孕。是一种试探。他说我们已经交往1年了，接下来如果没有结婚的打算，他就要回澳洲去了，因为他并没有最后通牒，因为他没有台湾的身份因为我从来没有设立过这个问题，我没有去理解过这个事情。原来他觉得这就是一种等待，而且是一种没有目标的等待。他不想这样，那于是乎他就试探我有没有想结婚的想法。他这才让我有当头棒喝。这个明示加暗示的是有。可是我觉得嫂嫂那个比较像讨论呢，对，他那个是真的在试探的讨论，我是 OK。但是如果跟他讲说我有 baby 了，对啊，那我觉得直接讲的话有点太赌注太大了。对，要么有，要么没有，这个赌注很大。然后男生也一时觉得会一翻2瞪眼了。对，可以愚人节当天呢？愚人节基本上他就是害怕。你要用就是用一般的日子去跟，因为一般人都知道这是愚人节，你一定是开玩笑的，男生才会说送到非洲去。我怎么会讲个非洲那么怪，把小孩送到非洲去？要么还是送欧洲啊。其实送泸州比较近啊，泸州更近。泸州比较不花钱。澳洲有人嘛？所以说他基本上他也是害怕，他才会选择愚人节。他有个扣我跟你开玩笑，今天是愚人节。所以要么就是直球对决。我也觉得直球对决。对啊，你怎么会选个愚人节？帮选清明节也可以啊。我觉得1是因为愚人节，所以可以拿起来开玩笑。如果真的对，如果真的不想要，那表示他可能真的没有这个想法。那万一他跟你开玩笑，他也说开玩笑的。对啊，我早就想他的回答也是开玩笑的。对啊，这样难分辨哦。surprise。那刚刚好哎。那顺便是吧？对。为什么不应该？因为我觉得以 baby 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议题比较严重一点，比较严肃一点。那如果说今天男生很期待的话，你会让我失望跟落空一线之隔。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拿来日常讨论，好好说，不要拿来吓人。可是如果他真的很想结婚，就是听到相关的讯息，他就会很开心呐，就不会有这个迟钝，就是因为他就是想跟慧文结婚，那有小孩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OK。对啊，那个有什么好害怕或者是说我觉得想结婚跟想要有小孩还是两码子的事。海苔酱怎么说？就是如果是因为玩笑而开始的关系，通常也会因为玩笑而结束。对，然后如果你这话有典故吗？对，就是因为你一开始就这样嘻嘻笑闹闹嘛，开心嘛。然后如果他说好啊，那你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好还是假的好？对啊。那如果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也用同样的方式说啊，不然我们就分开吧啊，没有骗你的啦。这样子的关系就会一直困在一个你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也有道理。所以你是拿你的恐惧去买一个不确定，恐惧买不确定，这样子的，我觉得有道理。下一个等不到婚姻的人谁？你觉得谁？叶明啊。我算是一个蛮期待婚姻的一个人。你的条件怎么会等不到呢？我那时候刚出道没多久，26、27的时候有一个交往，大概也是差不多3、4年的女朋友。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算是经济还没那么稳定，就是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到处去试镜啊，我们2个人这样，她也是做模特这样。然后后来慢慢开始存到一点钱了，然后广告也开始越来越多，但是也还是没有那么稳定。但女生是越来越好，她去拍戏了，然后拍了更多广告啊、走秀什么，认识到很多人。谁啊？没有，现在没在这个圈子了。对，现在没在这个圈子。然后反正眼界开了。对，然后反正他就认识。你是什么结论？你知道搭那个词是什么意思？喂，好的。眼界开。他骑坐你的摩托，他是骑驴找马。反正他就是可能人脉越来越多了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因为很想结婚嘛，然后就在大概28、29的时候就说那。要不要我们就结婚啊？先成家后立业嘛，我们一起打拼。然后他那时候，拒绝的方法就是说，他的事业正在起步，他不想要被婚姻绑住。他觉得以后 maybe， 因为我也想要有小孩嘛，他如果有小孩，那他可能有10个月或是甚至1年，就暂停了，1年时间要被演艺事业要被中断。他觉得。他现在还不想，我们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等可能3、4年以后。他觉得他正冒头，他现在不想结就对了。对，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吧。然后可是有一次呢，就是，反正后面他就慢慢有点，譬如说出去工作就有点不接电话或者找不到人这样。然后有一次晚上，我朋友就打给我说，哎，你女朋友在你旁边吗？我说没有啊，他说他就是拍夜戏。拍夜戏，在夜店拍戏吗？然后我就说啊。我不知道，然后夜戏是在夜店拍戏，对，是一种跟北车一样啦，台北车站，它夜戏是夜店拍戏，夜店没有，他说他在夜店看到我女朋友，然后跟一群富二代在玩这样子，然后我想说。不可能吧？真的是眼界开了，眼界开了，对，真的开了，不止眼界开。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不可能，因为眼见为凭嘛。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骑着摩托车，然后那天还下雨，然后就去那间夜店门口看看到底是真的假的。但是我也不敢提夜店门口，亲眼看到。对，我要亲眼看，我要确定啊。偶像剧的剧情没有，就是那时候想说就是不相信嘛，因为朋友讲的。没有啦，我穿雨衣啦，我穿雨衣。对，然后我就在夜店门口，结果真的看到，他就是喝的有点微醺，然后就跟一群富二代那样喝啊，然后出来之后，然后就上了富二代的车这样。啊，你有跟车吗？就你是我有跟车，跟着他的宾士这样一路追。然后停在哪里？他是狼，他骑的是野狼，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对方是那个法拉利，是一只马。我不知道是不是富二代家，但是他们就一起。进去一个豪宅这样子。那你呢？你我就在门口啊。那你有等到他出来吗？没有，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已经成定局了。所以他隔天早上才回家。隔天他也没有回家，反正就是隔天我就传了一个讯息跟他说。他本来就没住在一起啊。没有住在一起，他是偶尔可能会来我这边住这样，然后我就传讯息说，我其实昨天怎么都看到啊，那你觉得现在怎么样？然后他已读我都没回，我想说他可能在忏悔啊，或者是什么想你，结果他在忏悔，对，他其实很开心。对，结果他只回了大概一句话吧，就说好吧，我觉得我们没那么适合，哇，然后就结束了。哇，这种打蛇随棍上的概念。对，就是反正你都对我都讲，他也顺势就想说好吧，反正也被你看见，我也不想装了。然后他其实也很早就不想要这段关系了吧，所以其实后来这当然婚姻也没有。但你一开始就是打定要跟他走
往婚姻的那个时候很想，那个时候因为我就觉得我们2个一起经历了从可能还没有那么多工作很简单的日子啊，然后骑着车淋着雨去试镜，然后2个慢慢有起来，让女生天涯小夫妻的画面很感人。对。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指着那个房子，还说以后我们可以住这什么，就是那种很温馨这样。后来有啊，是跟富二代去。对，是豪宅啊，只是主人不是我。你在底下。在许下我觉得很有画面的。对。大家都会以为说，现在女生都也很爱钱嘛。研究显示，男生比女生更觉得女生爱钱，所以女生可能爱钱的程度是50，但男生觉得说应该是100吧，应该是150吧，然后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所以那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把你的手机赖讯息打开，你跟他的对话当中呢，他的我们用比较多，还是我用的比较多？如果他用的比较多是我跟你的话，你就要小心，你跟他关系是比较远的。那这也不是我随便讲的，研究显示是这样。他的内心深处，你跟他是分开的。那如果你们2个彼此讲话都我们来我们去的话，比方说你们2个是比较靠近一起的。所以你对谁有小钟，你对谁有感觉呢？你就是把讯息打开，看你们的这个对话内容。就他传给我是我们，我传给来是我们的话，表示我们是比较 close。对，然后你一天到晚说我们，他说没有我怎样，那你就再换可能下一个女人。这个很棒，这个自我检测，蛮好这个蛮好的。可是宁可等也要是跟对的人。对，那当然了，要不然也是枉然嘛，对不对？这东西对不对？对。我这只是问你的看法而已。对。身上好多剑哦。对啊。不要再折断牌子了。可以帮我拔一下吗？一直被针对。我也是很想要迈向婚姻啊，可是迈向比较差。不要玩前一个。我真的曾经有一个女生朋友，我真的很想要娶她，因为那时候刚好我40几岁，然后跟那女生也交往了差不多2年多的时间。我觉得这个你有交往2年的女朋友？有啊，小钟。我真的有。圈外人？那圈外的。有一次我爸爸妈妈说，要不要请她来三峡吃个饭？我就好，我爸爸就找了一家三峡最棒的餐厅，我就带我女朋友去了，一去不得了了。我很少看我爸穿西装，我爸穿西装，然后那个我阿姨啦，穿的也是一个旗袍这样子，要下聘了，直接做定位，直接把那个金饰饰品，聘金拿出来，他说你可以嫁给小钟吗？直接这样，当下我吓到，我女朋友更是吓到，有点骑虎难下，因为我也没想到我爸爸已经急成这个样子。交往那2年，他见过爸爸了吧？有看过，有看过。熟悉度呢？熟悉度还不错，因为我爸爸蛮喜欢这个女生，因为这个女生蛮有礼貌的。家人也都喜欢的，都蛮喜欢。搞定，那你为什么不娶？你为什么不娶？我就想要娶，可是那个女生年纪蛮小的。哇！你为什么都跟年纪小的？他都是啊。对。人家又还没想要定下来。他都找那种差1轮15岁以上的，因为我们心里不乏成功的例子。因为我跟你讲，谐星都是要差1轮到2轮。沈玉琳跟他老婆差2轮，差24岁。潘若迪跟他老婆也是差不多快差2轮。30左右。对，所以那个女生回去之后就跟我讲说，我跟你吃饭压力都很大，因为她觉得见到我爸爸，他们就感觉有被要逼婚的感觉，可是她根本那个年纪还是想要拼事业。不到30，对不对？30出头，30出头，她还想拼事业，而且她是在一个外商公司。那后来她终于等到机会，她有机会要升迁，然后要被指派到香港的分公司。那次机会，她就觉得因为她长期被我这样逼，她也受不了了。所以其实是你爸毁了你这段感情。其实你要说的是这个。爸是真的吧？男人闪婚太夸张，连小钟也看不惯。我妈讲你卡层头伤谁啊？你没生。天哪，这也太夸张了吧！她就很认真去运动练。她看我现在很美，走，我们要不要去跟妈聊一下？结果就没有，这个男人就消失喽。这男朋友就不想娶她了。对。其实是你爸毁了你这段感情。其实你要说的是这个。爸是真的吧？是你害的，是你害的。
就是有时候诚意反而会变成压力啊。那他虽然是诚意，可是实际上你看，你在这个情况下，你都没有办法直接跟你爸说啊，不要。他长期下来就会觉得说，你会不会小钟一直以来都会是一个孩子啊，像爸爸的小孩？那在婚姻关系当中，他真的能够替我讲点话吗？啊，我们已经去过这么多遍了，他也不知道我恐惧吗？哈，虽然感觉都跟家人很好，可是他可能真实的感觉没有办法传递出来。通常这种婆媳关系、翁婿关系啊。最重要的就是中间那个当儿子的人，你结不成婚，不是你爸害的，是你没有准备好要当老公，没错。所以真的，我有准备啊，我因为那个女的，我觉得真的不错，太尽力了，漂亮，赞成，说得好，赞成，你还没有准备好要当老公。觉得海来熊讲的对的举手。你看，全部通过，你看，你害的，对，说得好。哎，对不起。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从头到尾都讲说，我爸爸拿金子出来，我爸爸穿西装，我爸怎么样？可是你的表示呢？他说他年轻，他还想要拼事业啊。所以我30哎。对啊，我也没办法。最漂亮的年纪。这我也没办法啊。啊，女人最漂亮年纪为什么要看我？没有，女人最漂亮年纪啊，你很漂亮啊！你是说你现在这个年纪是最漂亮的啊？哎，都看不出你有50几耶。等下看掉。来，仲英，你的部分是我的部。好，来先回答我们。怎么了？你说。你还在等下，你还在等下一段吗？其实我说真的，如果以现阶段的我。没有去画地自限，说我一定要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缘分是很难说。那你说你想不想要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家的感觉？我是很期盼的，但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就不强求，就偶尔有一些 happy 的时光就好了。对，我是说跟朋友聚会吃饭啊，不然呢？他不是这样想的啦。哦，我觉得很实际啊。但我曾经是有遇到过有一位，就是交往大概6年左右吧，大概3年，对，大概6年。就是结束婚姻之后。没有，之前6年。之前对，将近啊，大概将近6年。比如说，有一天我们就，我觉得我们两个感情很稳定的，应该是可以走向未来的那一种。但是他也迟迟没有什么表示。那有一天呢，只是我们在开车，然后他就一个转弯，我就觉得他技术好好，然后那个倒车入库就一手就这样停好了这样子。我说帅不帅？帅吧。我说我不会开车，你好帅，我以后一定要嫁给你。我想我就顺这个势嘛，我以后一定要嫁给你。他就说，那你找计程车司机就好啊。他就回我然后我就很尴尬，我不晓得我要怎么回应他。他就是很冷，一个很严肃，然后就是没有任何生活幽默的一个人。那我就他也不可以在一起5、6年，对，然后他也一定有过人之处了。他有说他手很巧啊，手很巧，对啊，你看他的技巧就知道很厉害。然后他不讲，然后我讲了，他又这样，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但你觉得这很荒谬，对不对？我有一个朋友更荒谬。她是怎样？她是跟她男朋友在一起也将近有8年的时间，真的，我朋友当中其实都是那种很久。我觉得婚姻有时候是带一点冲动。他们在一起了8年，然后有一天我这女生朋友她真的是忍不住了，她就主动提，因为这当中这男的也都没有表示啊，她就说，哎，亲爱的，那个我们是不是要来谈一下我们的未来这样子？然后她男朋友说：“未来，你说结婚吗？”她说：“对啊。”她就很开心啊，因为男生说结婚吗？说对啊。她就说：“好啊，那我回去跟我妈商量一下，看我们的这个婚礼要怎么办。”这样，她就很期待哦。结果她就回去跟她妈聊完之后，她来跟我的朋友讲，她说：“哎，我妈讲，她什么都我妈讲。她说我妈说呢。”你卡层头伤谁啊？你没生？天哪，这也太传统了吧！他就很认真去运动练，他练到你知道那个臀啊，超圆润的，就是像欧美臀一样，超美的哦。然后结果呢，他就练到这样子。他有一天要跟她老公说：“哎，你觉得这样子？你看我现在很美，走，我们要不要去跟妈聊一下什么这样子？”他又主动提了一次，他就说：“哦，好啊，可是我觉得。”你的胸部让我没有太大的感觉，所以是什么？太大还是太小还是太什么？他觉得他太小，然后这个男的呢就拿钱，他有拿钱让这个女的去荣辱，然后这个女生也去荣辱了，
然后就等于说他已经塑造成一个这个男生心目中想要的样子了，完美的外在条件。对，但是这个男生还是永远没有跟他说我们结婚吧。终于有一天呢，我这个朋友真的受不了，他跟他讲说，哎，那我们是不是要来讨论一下我们的婚礼？又在提，这是第3次了。这个男的就说。可是我觉得现在你已经不是我心目中想要的样子了，不是按照他方式捏的吗？对，他就是东一块西一块，东一块西一块，然后组合成之后，他说他已经不是他不是原装了，对，已经不是原本。你现在这个故事是真的，是真的，这不是剧情哈，不是剧情，是真的。我跟你讲，很多8点档剧情都是真实的。对，我跟你讲，他就说你现在已经不是我原本爱你的样子了。哇，这男朋友就不想娶她了。对，其实讲白了，他就不想娶她。拖这么久就有问题。对，那我们就跟他说，那你就不要了。然后这个女生就一直放不下，后来就是真的，这女生就是第3次了嘛，就断然她就离开他，然后他就离开他家。其实因为他们住在一起，那还是会有一些东西在那边。其实我这个女生朋友还一直每天期待说，她会不会就是说，哎，假借说可能找我回去拿个什么东西啊，或是去看一下他们的狗啊，或者是怎么样，他能够再见面。结果就没有，这个男人就消失喽。可是听起来你这女生身材练成这样，后来应该很抢手。对，很抢手。后来这个女生大概1年多之后就结婚了。通常都是这样。对，要谢谢那个前男友把她塑造的那个优手 nipple 这样子。对，她真的身材超好。一个长时间的恋爱结束之后，都会在很快的时候结婚。对，真的1年多之后结婚了。因为已经知道自己要什么了。对，对不对？婚姻真的必要吗？要结不结，吵不完。到底为什么需要结婚？没有必要结啊，因为不差那张纸。对，我没有办法哎，我还是太特别。我觉得我自己结婚之后，我的心真的定下来了。你也要合法夫妻才可以做试管吧？但是婚姻有一定要绑小孩嘛？爱是无法被保证的。我有遇过一个跟你很像的啊，他是每一次他的伴侣都会提说你哪里可以更好，你可以去哪个更好的公司。他更久，他总共跟他在一起了12年。哇！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人不断给你开条件，然后你不断的达成，然后他不断说你还有一个下个 KPI 哦，然后你还可以这样子继续在一起哦哈。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他说：“你有听过仓鼠吗？”就是仓鼠只要单纯跑滚轮的时候，这研究显示哦，单纯跑滚轮的时候就会爽，所以你最好这辈子不要追到那个 KPI， 因为你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种有被虐倾向，是一种我会不会可能哪一天让你更喜欢我？哪一天有可能，应该还有可能吧？那万一达不到，对，不达到了财产。仓鼠真的有这么爽？他表现太爽了。不止仓鼠哦，不止仓鼠。研究人员把那个滚轮哦放在草原上，然后他很想知道说仓鼠是因为跑滚轮，然后东西吃，所以他才跑。不是，仓鼠会上去跑。蝸牛也会上去跑，只要有那个转的感觉，他们就会得到某种愉悦，叫多巴胺。所以有的人呢，你最好一辈子不要让他达成你想要的那个目标，因为他就会在那边。然后他就得到他的奖赏了。他的奖赏就是我一直抓不到，但是我有可能抓到。根据2023年内政部的统计，台湾人平均结婚年龄持续的攀升，已经延迟年龄了。基本上女性已经达31岁，男性是32.9岁。根据知名的两性网站进行的统计，有高达62%的女性表示曾经陷入了等不到结婚的感情窘境。所以，我们今晚的女王大调查就从网络上收集到许多网友的真实案例，我们整理出讨论度很高的各种婚姻进度卡关的两难状况。来第一题，我和男友交往4年多，他说他目前不想结婚。不想结婚是因为他爸妈离婚，所以他对婚姻很没安全感。我愿意理解，我也没有逼他，但最近我家人开始催我相亲，要我去冻卵，让我好焦虑。有孩子是我的梦想，男友说，可以生孩子啊，但他就是不想结婚，但我又不希望小孩没爸爸。面对这样的状况，我该跟男友分手吗？该分手吗？请举牌。分手。应该不用想。还有2个叉啊。因为我有个朋友啊，是真实的故事。就我有个朋友跟她男朋友在一起也是10多年了，然后他们到现在也是2个孩子，但没结婚。
然后干嘛呢？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想法可以随时撤吗？还是什么？有一点是这样子，因为一开始是的确他们那时候感情没有到很好，然后那时候呢，女方也是刚好年纪到了怀孕了，她说那不然不要结，反正孩子生了我有能力养。然后后来没想到孩子生完之后，男生更有责任感。然后我就因为很多人都说你们都小孩都有了，为什么不结婚？结了，他都觉得没有必要结啊，因为不差那张纸。对，因为他觉得如果今天我们结了的话，你没有做到什么事情，我会生气。我觉得你应该这么做，但我们没有那张纸的关系，我觉得你要做不做，你心甘情愿。哦，他就找了一个可以让我受孕的室友嘛，是不是这个意思？但他们也在10多年了，其实很稳定。那他这样小孩跟谁姓？他们一人姓一个，因为他们有2胎。2个小朋友，刚好1人1个，他们一切都是跟正常夫妻啊，就是没有那张纸。那女生也觉得我没有那张纸，我觉得我比较轻松，这是蛮特别的感觉，很特别的想法。你是女生，你接受这感觉？我没有办法哎，我还是太特别。我觉得我自己结婚之后，我的心真的定下来了，我就觉得我可以开始所谓成家立业。我真的成了家之后，我的事业才开始往上慢慢的。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是1个男生跟2个女生都没有婚姻，然后都有小孩，而且都住在一起。哇，啊，1夫2妻，对，对，都住在一起，而且都有小孩，而且小孩都2、3个以上。哇，女生可以接受，但都没有对，但他们也接受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想要，他们所追求，他们可以接受。只是在于我会觉得说，要有一个完整的，我们起码我们是合法夫妻了，我们再来有这个小孩。就像好，你今天去做试管。你也要合法夫妻才可以做试管吧？对，对不对？你不是说哦，我今天想要跟你生小孩，我们就去做试管，那是2回事。就是起码我们要一个完整的，然后再来有这个小孩。女生她刚刚的案例就是说她已经要冻卵了，然后她又很想要小孩。那女生这个小孩她是有期限的。你可能过了40岁，你就会很难生小孩。对。那男生又迟迟的不求婚，不肯结婚，那女生的时间就一直浪费。对，女生的青春是不能等，重点是这个女生她是很想要有一个小孩。对。那个男的很明显就在拖了嘛。对。那继续再拖个8年7年的话，那真的最后就是那女生得不到她要的，因为她就是想要小孩，那不如赶快趁早撤。那还有个机会找下一个，还真的找到一个真的也喜欢小孩。女生不会有遗憾。而且很明显，那个男的搞不好还不喜欢小孩。是因为这个点，他害怕，他不想去。漂亮，漂亮，真的。我觉得要分开，因为我觉得他们2个就是价值观不一样。因为一旦时间久了，感情没了，那怎么办？渐行渐远的可能性很大，对不对？对。我们10个人呢，8个人都认为要分，应该要分嘛，要分。听不到他有任何的他有未来感吗？没有。海苔兄，你举差是举错还是什么？没有，我是真的觉得差，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婚姻。小孩好像这2个要绑在一起嘛，但是婚姻有一定要绑小孩嘛。然后刚刚前面也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嘛，就是说，我们要维持一个家庭的完整性嘛，对不对？我同意要有一个家庭的完整性，但是大家对于家庭的想象会不会太单一了？就是家庭好像就是有一个爸爸有一个妈妈，然后他们一定结婚，然后结婚之后有小孩。可是像刚刚你说的，那也是一种家庭嘛。甚至现在很多自愿单亲妈妈，她的家庭就是妈妈跟小孩。所以其实家庭有很多种想象。如果你为了想要用某一种方式，用婚姻、用仪式来去保证爱的话，那我想跟大家说，爱是无法被保证的，没有东西可以保证爱。可是这样子会不会觉得男生有点不负责任？就说，你有我小孩，我还不娶你。很多我们会觉得说，你这个男生没有肩膀。那就要讲到为什么要结婚这个仪式了。对啊，就是心理学有研究说，到底为什么需要结婚？那其实结婚其实是一个仪式。我们预期男人或女人在结婚之后会变得更成熟、更负责。但大家有觉得你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结婚之后真的有变得更成熟、更负责吗？没有。所以这个仪式在现在已经不具备一个更成熟、负责的责任了，它只具备分财产的责任。太棒，我以后就这样子。已婚男 PK 未婚男，家庭观念天差地远。男友说他不想结婚，因为他得照顾重病的妈妈一辈子。妈妈重病，你就让他尽孝道，他也撑不了太久。妈妈也我反而会觉得，如果你未来要嫁进这个家里，妈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如果妈妈突然好了呢？就是你在赌就对了，赌他好了。这个仪式在现在已经不具备一个更成熟负责的责任了，它只具备分财产的责任。太棒，我以后就这样子。
找很多个，我就跟他想你想生小孩，我帮你生 ，OK， 那我们分了，我没有瞧。而且那女生只要有任何一点质疑，说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你就问海苔熊。还能为我们这种男生铺了一条路。好，来第二题。第二题，男友说他不想结婚，因为他得照顾重病的妈妈一辈子。他的确很孝顺，但我已经陪了3年。每次想谈未来结婚打算的时候，他就说我不能给你承诺，会拖累你。我明知如此，但心里又舍不得离开他。我该为爱牺牲我的人生规划，即便是未来会非常辛苦，也继续陪着他吗？哇，这个，请举牌。觉得重病的妈妈，我刚才觉得继续陪是举圈。哦，不要陪就差。哦，继续陪。这有什么障碍吗？继续陪。小东哥今天是有带看护来吗？我觉得目前这个是一件，我先讲好了，好不好？因为他没有讲到年纪，所以我必须认为以这个事情来讲，应该估计也是非常熟龄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等的3年，他的心态完全为了我着想。我为什么不顺着就往下走？我觉得要继续陪是有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重病，妈妈重病，你就让她尽孝道，她也撑不了太久，妈妈也。你这个已经3年了，3年了，已经陪3年了，很随时可能都会走。你的好日子就来了。我们男生都觉得该陪哦，女生觉得不该陪哦。对啊。听一个女生说法，因为我会觉得尽孝道跟承诺是2回事。因为你不能放在一起吗？不是啊，因为你要尽孝道，为什么不能给我承诺呢？你不能把它当成这是分开的来讲啊，对不对？好，所以我反而会觉得，如果你未来要嫁进这个家里，妈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如果妈妈突然好了呢？就是你也在赌就对了。你好了会就是不会好的了。妈妈有可能会好了有什么问题？是拖时间的啦。好了怎么样？好了会反对你们在一起吗？不是，可是如果你这段时间一直陪着她，然后妈妈好了之后，她会更珍惜这个媳妇啊。就一定哦，会啊，因为你一直有可能啊，因为妈妈是一个陪伴在2个互相陪伴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对，那你讲的跟我讲的时候不一样。我是说，如果你们有共识的话，你们可以一起尽这个孝道，而不是说我因为妈妈生重病，所以我不能给你承诺啊。他现在要给他承诺啊。他未来可能等他妈妈好会给他承诺，他没有，他只是现在他没有办法分身法。3年，我是觉得还好哎。就是我觉得人。只要你想，你就会去想办法。如果你不想，你就会找理由。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就是在找理由，他就觉得，我妈妈生病，所以我跟你结婚会拖累你。那为什么会拖累这个女生？对啊，就是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认为是拖累的？对啊，如果女生自己有工作能力，那你妈妈你自己照顾啊，你可以请看护啊，我自己有工作能力，可是我爱你啊，不一定说我们。它是可以并存的，就对了。它是可以并存的。就是其实我觉得这男生在找理由，而且另外还有一点说，女生她会用到牺牲这个词，就已经觉得说，我为你牺牲那么多了，然后你会影响到我的人生规划，她后面会变成有怨言，就算结婚之后不对等的，对不对等，就会觉得我付出这么多，你还这样对我，对，而且某种程度会不会是男的不想担这个责任，因为他说我怕拖累你，他是 PUA 你嘛，然后就是好，你愿意留下来，那就是到时候有任何问题就是你自己要承担，自己要认赔，你自己负责，签一个那个什么目前举免责声明，感觉举差的合理性比较大为什么会2个举签？要看他生的是哪一种病，其实我们常对，就是说如果是因为看多久会走还是什么？对，就是它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对，因为其实我自己就有一个朋友，他是我大学同学，对，然后呢，他在跟他先生交往的时候，其实他妈妈是在一个比较急性的状况之下，他要开一个大刀，然后他的男朋友呢，那时候的男朋友还为了他妈妈吃素。然后去求神拜佛，说，如果可以让妈妈挺过这一次，因为是脑部的开刀嘛，就是在那种比较重要的血管的旁边。然后那时候就去求神拜佛，就说我愿意吃素，以后都吃素。那希望可以换得我妈妈这一次开刀的平安顺遂。对，那之后就
就顺利开过了，就真的活了下来。医生也说，真的是很神奇。他们就继续。开刀的医生本人自己就觉得是。他是怎么被救活的？他就觉得说，可能孝心感动天吧之类的。对，然后呢，可是他就变成是慢性的，变成他就是可能半侧偏瘫，就需要住养护机构。所以其实现在长照资源非常的发达，就是长辈其实不一定要自己顾啊，他可以送就是长期照护的机构。那他们之后也顺理成章的就结婚了。重点就是其实只要经济方面可以负担，然后有长照资源进来，他还是得到一个很好的老公。对，漂亮。邵阿妹，你刚刚听到我们在举叉的人讲的那些，合理吧？合理。你还觉得应该赔吗？我觉得要赔因为首先是还有爱，我觉得不要做自己后悔的事情，然后再来这样讲了，妈妈可能年轻时间不多，那就赔，然后再来一个我可以理解的男生是我不能跟你承诺这件事情，我前几年自己得过子宫颈癌，然后说我开刀嘛。那虽然说我不能影响我的生育能力，但是我怀孕，因为已经有手术过了，所以我可能很容易流产。所以我后来我只要跟有人好感的男生，我都会说，我先说我容易落胎哦，我可能不容易有小孩哦。很少人在第一次见面就会说。先讲，我们现在只是来吃个呷哺呷哺，我会落胎，你就告诉我你会流产。出妙招帮朋友求婚，弄不好就去坐牢。有试探过，他说想要结婚啊，还是什么？可是男生就一直说什么他工作很忙，或是还是要跟爸爸妈妈那边讨论啊，还是什么的。后来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帮他想一个奇招，就说我们。但是我听过逼婚逼得很极致的，就没有办法啦。这个呷哺呷哺，我会落胎，你就告诉我你会流产。我们怎么交往？我们有可能会暧昧的，然后我就开玩笑的讲，我就是开玩笑是在讲说，因为人没那么傻嘛，我真的对我可能有感觉，我就开玩笑讲说，我前一年怎么样啊，所以我不会有小孩这件事情。那如果你能够 OK， 我们再继续下去下一段感情，先谈好条件。对，所以我可以理解说，为什么男生说我不想拖累你。所以，如果男生可能会这样讲，也是出于说我真的不想耽误你。那如果你要给他选择权，对，这我可以理解。说得好。我觉得第一点是因为他如果先选妈妈，就是我希望他可以把我摆在第一位，而不是妈妈摆在第一位。因为如果尽孝很难呢，我懂。但是以后如果进到这个家庭，就变成妈妈永远是在第一位，那我永远都是在第二位。所以他才会说有可能拖累你，因为我会把妈妈摆在第一位。对，所以我就觉得不行。你觉得不行？那是完全征服个人。对，我很高兴这次海来熊是站在我这边的。我们之前有做一个研究分析，跟那个慧文讲的一样啊，就是说你怎么知道这个牺牲是该做的还是不该做？当你写的文字上面，我看他写的嘛，他写的文字是说。我觉得我可能会牺牲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这样的开头对于关系是一个负面的预测。对，负面。但是如果是我很愿意为他做这个牺牲，这对关系是这个正面的预测。对。所以牺牲没有什么好坏，单看你怎么看牺牲。他的那个观点就是他已经有一个想去的地方了，对，还有他的规划，而且他已经觉得在牺牲了。对。那此时就算在一起，结果也会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今天同场加演一个题目，好不好？我觉得这有点意思。刚才的大概都是能不能往下走，要不要继续陪？但现在竟然有这个问题。身边有没有顺利逼婚成功的故事？除了我本人，不是我那也不能算逼婚，没有，只是做选择，某种角度最后通牒了。要的我赶快做决定了。我是一个这个是女生朋友，然后她也是跟她男朋友交往了，大概也是5、6年了，太久，也都很稳定哦。然后男生他们2个经济基础也都不错，然后女生也是好几次就是有试探过，她说想要结婚啊还是什么，可是男生就一直说什么他工作很忙，或是还是要跟爸爸妈妈那边讨论啊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有很多理由就对。然后有一次还开车，女生就开车哦，假装经过户政事务所，然后真的就演这一出。然后他说，然后男生还开玩笑说没啊，户政事务所没，我们什么东西都没带啊。我都帮你准备好了。都已经准备好，男生还是迟迟不肯下车。后来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帮他想一个奇招，就是我们把她男朋友灌醉，
然后灌醉完之后，隔天直接把他押去户政事务所盖章签名，这样子没有办法。我们都不知道，反正他就是隔天就是这个逼婚逼得很彻底。结婚对啊。重点就是他后来就是昏沉沉，然后签名都没办法签，然后户政人员有可以吗？没有，因为户政人员也问，但是那个男生是我女朋友，然后反正就是在那个墙背板上拍照也是这样很强的，好像最后大丈夫那样。然后最后是真的没办法，户政事务所说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因为男方意识太不清楚，不可能，对，没办法让他签，因为他也签不清楚，盖章也没办法。后来没办法，然后最后回去的时候，女生就很难过。可是，在隔了2、3天，男生清醒了，然后思考过说，就直接跟他女朋友说：“好 ，baby， 登记，我们这次就去结婚。”他那时候到目前为止都还 OK 吗？很 OK，因为他那个时候当下他看那些喝醉的照片，然后逼他去什么，他就觉得他真的很想结婚，这已经就是试过很多招，还用这一招就有可能犯法，他都愿意这样。然后男生也觉得好了，我其实适婚年龄也到了，也该给他一个交代，也该给他一个交代。然后后来就结婚，然后现在有小孩，就蛮好的 happy ending。很险呢，我觉得。对他走险境，因为其实算是我听过逼婚逼得很极致的，是蛮幽默的啦。有先彩排过一次，他就觉得哦可以。其实也没那么可怕。流程是这样，没有想象中那么麻烦。简单些的你就好。对，好可以。我这是男生的女朋友比较主动，因为我这男生朋友他比较木讷，个性就是温土土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坏心思。然后他女朋友大概走了可能5年左右，然后呢有一次突然就结婚了，我说他要结婚了，他说女方有了，我说女方有了，然后说那他们就办，我们就喝喜酒嘛。然后我觉得厕所这个是很好听秘密的地方，我去厕所的时候，你听到什么？就听到女生的朋友说。他为了要让他结婚，他把所有保险套都刺破。哦，这么老招啊！对，好像真的会做的行为。他说，然后有一次因为我跟男生本来就很要好了嘛，我们认识10几年，我说，你们不都有保护吗？怎么会中？我也不知道怎么会中但后来还好是好 OK 的，就现在有小孩，然后过得很好。我觉得女生是有押对宝。哦，怎么风险好大？这个逼婚的今天这2个，我们听了就好了啊，听了就好了。不用特别学，不用学。哦，这不用特别学。记得这句话，如果你爱他，就不要怕问清楚；如果他爱你，就不会让你一直等下去。所以希望电视前的你，或者是你，都能够被值得的人好好珍惜，好不好？祝福我们现场每一个人，不管是未婚的或失婚的，都能找到真爱。最后还补一刀。好，双向奔赴的温暖的女王大人，下次再见 ，See you， 拜拜。今天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